别哭，爸会醒的。哥，我不是饿，我就是怕他们把咱俩带走。我好像又听见了孩子的声音。陈阳，开门！别装死，出来！1988年，村东头这间土屋，前妻跑了，家里断了活路，2个孩子瘦的只剩一把骨头。上一世，大伯母带着族里的长辈，打着孩子跟着我会饿死的名头，要把小磊和朵朵带走。说的好听是照看，实则是把2个孩子当成筹码，逼我低头，逼我把这条命都交出去。别怕，爸，你醒了。到我后面去。陈阳，你也别怪我们不讲情面。你看看你这日子过成什么样了，饭都吃不上，孩子跟着你不是受罪吗？是这个理，男人没本事，孩子可不能跟着一起耗。族里商量过了，先把2个娃送到你大伯家，起码吃得上热饭。我不去，我不要走。小丫头片子懂什么？跟着你爸，早晚饿出毛病。送去大伯家，那是给你们找活路。我们不去，我和妹妹跟着爸。跟着他？他拿什么养你们？拿嘴吗？陈阳，实话跟你说，今天不是跟你商量，是族里定了。你要是识相，就把孩子交出来，省得闹得难看。怎么，哑巴啦？谁说我养不起？你看看这破屋，看看这2个孩子瘦成什么样了，你拿什么养？陈阳，别硬撑，你一个人连自己都顾不过来，何必让2个孩子和你一起受苦？他们是我儿子，是我闺女，我自己会想办法养活他们。你少在这逞能，你媳妇儿都跑了，家里一穷二白，孩子跟着你能有什么出路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不由你。走，跟我们回去。谁碰他一下试试？陈阳，你还敢动手？我只说一遍，孩子不离开这间屋子，谁要带人走，先问我答不答应。你答不答应？你凭什么不答应？你现在连口饭都喂不饱他们，装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1988年的另一条路，双轨制。钢材，那一年普通人碰不到的计划内提货，一转手就是天差地别的利润。别人看见的是风险，我看见是活路。明天之前我会把钱挣回来，2天之内谁也别想把孩子带走。他疯了吧？2天还挣钱？这年头谁能这么快翻身？陈阳，你要真能把日子翻起来，我当着全村人的面给你赔不是。你会赔的。陈阳在家吗？我妈让我送点吃的过来，孩子先垫垫肚子。婉晴，你来掺和什么？这家子的事儿你也管？孩子没错。谢谢。我先不走，帮你看着孩子。你要忙别的就去忙。哼，帮他？你别是糊涂了，往火坑里跳。火坑不火坑，我自己会看。倒是有些人别总盯着别人家的孩子。爸，这些是什么？能让咱家翻身的东西。你们2个听着，从现在开始帮我做事。我能干什么？你负责把这些名字按顺序记下来，谁来过，谁说过什么，都要记清楚。我会写。我抄票据。上一世我没护住他们，这一次我要让小磊和朵朵都留在我身边。从这堆旧单子开始，我要把这个家重新撑起来。先理清票据，再找能对上刚才额度的人。只要第一步踩稳，2天翻身不是疯话。你真打算2天把钱挣回来？不是打算，是一定。这张是采购单，这张是审批回捐，别混在一起，不然一会儿找起来费劲。婉晴姐，这些都要记下来吗？要，每一张都重要。以后谁来查账，谁问你们家里的东西从哪儿来，咱们都能拿得出凭据。那我来抄目录。先把这些分成3类：审批件、往来单、旧票据。婉晴，你记编号，小磊记日期，朵朵记谁拿来的，谁送出去的。我记得住。你什么时候把这些门道摸得这么清楚了？吃过亏就记住了。我出去一趟，晚点回来，家里你帮我看着。你要去哪儿？找炉子。刚才那边？那你小心点儿，厂里的人不好打交道，尤其是计划内提货条，不是谁都能碰到的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正因为知道，
我才更清楚这条路有多值钱。1988年，双轨制还没完全退潮，计划内和市场价之间像隔着一道明晃晃的墙，普通人进不了门。可我知道哪家厂有积压，哪边能放单，哪条线上的人最贪，也最容易松口。赵师傅，你谁啊？我姓陈，想问一张钢材提票单。现在谁不想要？你有关系？我没有关系，但我知道你手里压着一批计划内钢材，仓库周转不过来。你们要的是尽快出单，我要的是能拿到手的货，大家图的都一个快字。你倒是挺懂行，可这事儿不是嘴上说说就行，你拿什么保证？我不要囤货，也不要压资金，单据转手，你们的钱立刻走，我这边只吃一口差价，你们省手续，我省时间，谁都不拖谁。谁教你的？有人吃过亏，后来就学会了。行，下午再来。我知道，这事成了。到了下午，赵师傅那边就回了话，计划内钢材提货价单能出，手续也给得顺，转手就能走。我把该跑的关系、该签的字一项项办齐，等最后一笔落下时，天都快黑了。这一单净赚1500元，在这个年代，这几乎是一笔能把人眼睛晃化的数目。同志，你这是给谁置办的？这么多？给孩子。那得挑好的，孩子最要紧。小磊长得快，衣袖已经短了一截，朵朵的棉袄袖口都磨薄了，风一吹就透。陈阳，你这是？买了点孩子用的。有事儿？你还真能折腾出点动静来。孩子饿不得，冷不得。爸，大伯母是不是不来了？不敢轻易来了。爸，这么多钱都是咱家的了。先不花，这笔钱不动，专门留着给你们过冬，给你们看病，谁也不能碰。以后家里的钱一半养家，一半存着。你们两个只要记住一件事儿，别怕，咱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。还不睡？再算点事儿。你又盯上这个了？快春耕了，庄稼人最缺的就是肥。供销社不是也有？有，但不够。尤其是尿素，谁家地里能多撒几袋尿素，苗就能比别人壮一截，到时候大家抢都抢不到。你想从哪儿弄？港口那边积压了一批进口尿素，货是真的，就是手续绕，仓储费压得货主着急。普通小贩拿不到批量货源，胆子大的又还没盯上春耕。那我能帮你做什么？登记预订名单，谁家要几袋，什么时候要，能不能先交定钱，全都写清楚，不要乱收钱，先锁住客源。户主、袋数、定钱、交货时间、签字画押，一项都不能乱。我得先去县城打听港口那批货的准信，村里的名单就交给婉晴和孩子们。我们从村西头开始。我也能帮忙。婉晴，带俩孩子干啥来了？刘叔，陈阳那边能联系到一批进口尿素，快春耕了，我们先登记谁家要，等货到了再按名单送。陈阳能弄到，这东西可不好买。刘爷爷，先登记，不强买，货到了您先看，觉得行再要。我爸说账要清楚，不骗人。行，那先给我寄5袋，要是真好，我再加。刘爷爷按手印儿。多多都当小账房了。有了第一户，后面就顺了些。愿意定就写，不愿意也没事儿。
婉晴姐，咱们已经登记40多代了。刘爷爷5代，王婶3代。陈阳家这是又发财了，开始卖化肥了。赖三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汉，专爱占小便宜。去年卖过掺了沙土的廉价土肥。登记啥呢？进口妙塑。陈阳可真敢吹啊！跟你没关系。咋没关系？乡亲们买肥是种1季地的大事儿。陈阳前几天倒腾钢材，现在又倒腾化肥，谁知道是不是投机倒把？我看这尿素8成是假货，普通商贩都弄不到，他陈阳凭啥弄到？别到时候肥撒下去，把苗全烧死了。你胡说，我爸不会卖假货。哼，小崽子懂什么？你爸要真有本事，前些年还能让你们饿成那样？赖三，说话放干净点。咋？说不得？你们拿不出货就敢先登记，这不是骗人是啥？我们只是登记预定，货没到不强收钱，货好不好，乡亲们看了再定。我倒要看看你们骗了多少人！嘿嘿嘿，哎，不小心。几张破纸，踩了就踩了。这是刘爷爷家的，这是王婶家的。他欺负朵朵。小磊，不能动手，你一动手，他就有理由了。来啊，打呀！让大家看看，陈阳家不光卖钾肥，还教孩子打人。赖三儿，你跟孩子较什么劲？我是替大家防着被骗。进口酵素是啥东西？陈阳说弄就弄，你们也不动脑子想想。也是，这东西可不是随便能拿到的。万一真是钾肥，地里苗咋办？要不先别定了。不是假的，我爸不会骗人。朵朵，看着我，纸脏了，咱们重新抄；名单乱了，咱们重新问。别人说难听话，不代表你爸错了。可是他踩了，那就结分起来，咱们一点一点整理回去。婉晴姐，我不怕他。我知道，但咱们做的是正经事，就更不能让人抓把柄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今天我把话说清楚，我们登记名单是为了知道大家要多少货，货不到不强收钱，货不好一代不帅，谁愿意定就登记，不愿意也没人勉强。你说的倒好听。你要是真觉得自己土肥好，就拿出来让乡亲们比。你踢账本、采名单，不是怕大家被骗，是怕自己的劣质土肥卖不出去吧？你说谁劣质？谁急就是说谁。林婉晴，你少替陈阳说话。你是他女人吗？还是说他给了什么好处？他没给我好处。2个孩子叫我一声婉晴姐，我就不能看着他们被人欺负。陈阳回来了。谁弄的？赖三，他说咱们卖钾肥，还说你投机倒把。我说错了吗？你货呢？拿不出来就是假的。你要看货。对，有本事你拿出来。看清楚，港口积压进口尿素，第一批300袋我已经谈下来了，手续还在走，3天内确定发运。货到之后，大家先验再拿。这账是真的。货运站的单子也有，真有要素啊！那可比土肥强。纯耕正缺这个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愿意定的登记，不愿意的不勉强。货不到不多收1分，货不好我一袋不卖。谁要是担心，可以货到现场看。你说我投机倒把，那你告诉大家，我哪一条手续不清楚？倒是你卖掺沙子的土肥，连本账都没有。去年烧了谁家的苗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赖三儿那肥确实不行，我家去年买过，袋子里半袋都是土。我家苗也黄过，便宜是便宜，可不顶用啊！你们少胡说！辛苦你了。我那5袋不改，我家3袋也不改。等着瞧！爸，126袋。还有刘爷爷后来加了2袋，是128袋。这还只是半个村，明天再走一圈，还会更多。货源还没真正进村，可客源已经先稳住了。有了这些名单，我再去谈港口那批货，就不再是空口白牙。明天继续。爸，我还能去。我也能去，我不哭了。港口那边你还要去？明天一早就去，
这批要素我必须拿下来。那村里的名单，我带孩子继续登记。辛苦你了。孩子们都没喊累，我也不累。陈阳说今天到货，能到吧？应该能吧，单子都看过了。进口苗俗啊，我还没用过呢。要是真好，今年地里那一茬苗可就稳了。大家先喝口水。货车到了，咱们按名单来，不抢不乱。有婉晴你们在，账错不了。来了，车来了！哥，是咱家的化肥吗？等爸回来就知道。大家别急，车到了也按名单来。都别急，按名单来，先验货，再交钱。谁家几袋，账上都有。这孩子看着不一样就不一样。说什么呀？小磊和名单，朵朵做记号。钱款先放木盒，点清再入账。我记住了。谁取了几袋，我都画勾。大家看清楚，颗粒匀，没掺土，这是真货。这就行，这肥撒下去，苗肯定壮。还是那句话，觉得行再拿，不满意，不强买。我那7袋，先给我装车。小磊，核名单。刘大根7袋，定钱已交一部分，今天补齐。数对。哎呦，刘爷爷已取7袋。哎呦，这账做的比供销社还细。来2个人，帮刘叔把货抬上车。今年这地有盼头了。下一个到谁家了？按名单一个个来。王婶儿3袋，王婶儿已取。赵叔6袋，李家2袋，现补钱。周家8袋，先拿5袋，剩下3袋明天补。陈阳，我昨天没登记，现在还能要不？预定的先拿，剩下还有余量，可以登记到第2批。行，第2批也成，给我记4袋。婉晴，补登记。姓名、袋数、交货时间都写清楚，还要按手印儿。到晌午，第一车几乎清空了，只留了10来袋给下午赶来的几户。先把货款清点好。我来核名单。我念名字。刘爷爷7袋，王婶儿3袋，赵叔6袋，都对上了。进价、运费、装卸费、零碎开销都要算进去。这一车算下来，净赚2000。爸，2000，比上次还多。比刚才那笔多。一单2000，这在村里盖半间新房了。这里面一部分要留着补第2批货，一部分是运费和周转，还有一部分才是真正能存下来的。爸，那能给朵朵买糖吗？我不要糖，钱要存起来。糖可以买，但不是从这笔大钱里乱花，这是家用，剩下的结余单独存。还是像上次那样留给孩子看病过冬？不止，这次单独存一份，做你们以后的读书钱。读书钱？爸，以后不管家里生意做多大，这笔钱都不动。你们要上学，要读书，要走出去。爸以前亏欠你们的，以后一点点补。爸，我能一直上学吗？能。儿女长期教育基金。看着这几个字，我心里比赚到钱还踏实。这是我和哥哥的吗？是你们以后的路。陈阳家院外热闹了一上午，赖三家的院子却冷清得厉害。便宜卖了，比尿素便宜1半。不要票，不要登记，拿钱就走。赖三儿，不是便宜就行，
你那肥去年把苗烧黄了，谁还敢买？那是你们不会用，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每一页都加好了，教育基金这张我单独放信封里。名单也核完了，没有少一个名字。好，谁？我。赖三儿。我去。有事儿？陈阳，昨天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骂你卖假货，也不该踩孩子的名单。你还把朵朵惹哭了。朵朵，对不住。我那土肥卖不出去，本钱也赔光了，以后我不跟你对着干了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该道歉的不是我一个人，是孩子，还有那些被你骗过肥的乡亲。你要是真服软，明天去村口当大家的面说清楚，以前土肥掺了什么，卖给过谁，能退就退，退不了就记着慢慢还。我哪有钱退？那就出力。春耕缺人手，谁家需要搬肥送货下地，你去帮。行，别再想着靠坑蒙赚快钱。不碰，再也不碰。还有孩子的东西，以后别碰。那你以后不能踩纸。不踩了。爸，就这么算了？让他赔光本钱，低头道歉，比打一顿有用。乡亲们以后也知道该信谁。爸，他真的会改吗？不一定，但他以后不敢随便欺负你们。这账我可要替你们看牢了。婉晴，多亏有你。我也没做什么。你做很多，没有账不会这么清楚。孩子有你带着，我才能放心在外面跑。婉晴姐最厉害，婉晴姐算账还会哄我。行了，快别贫了，最后一页还没合呢。如果我负责往外闯路，那婉晴就是把这个家一点一点守住的人。尿素内胆做完，我在村里的名声算是彻底立住了。可我看着两个孩子，心里还是又酸又软。前世我最亏欠的就是这一对儿女，这一世我不只要挣钱，还要让他们抬得起头。别光顾着夸。小磊，把药喝了。爸，我都快好了。咳嗽没停就不算好。哥，吃梨就不苦了。我又不怕苦。还是没好利索。明天带他去村医那儿看看。村医说了，换季咳不算大毛病，但孩子身子弱，平时得多补补，梨汤、骨汤都行，就是普通锅炖起来慢，柴火也费。要是有口压力锅就好了。压力锅？我以前在亲戚家见过一回，炖肉快，熬汤也快，省柴火。就是那东西贵，还不好买。不用买，我喝热水也行。你不用替家里省到这种地步。爸，压力锅是不是很厉害？能很快炖梨汤吗？能，不光能炖梨汤，还能炖肉、炖骨头。那哥哥以后就能多喝汤了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，咱们现在虽然有钱，可那东西不一定买得到。压力锅这几个字一进脑子，前世的记忆就翻了上来。88年前后，许多家用商品都紧叫，压力锅城里人办喜事要买，逢年过节要买，条件好点的也想买。一口锅本来是家用东西，可在这个年代，它也是面子，是稀缺，是能翻价的硬通货。你盯上这个了？压力锅不好买，说明有人抢，有人抢就有市场。爸，这也能做生意？当然能，钢材赚的是差价，雕塑赚的是刚需，压力锅赚的是紧俏。那咱家能先买一口吗？第一头给家里留。没大碍，还是换季受凉，平时多喝热的，少吹风。麻烦您。爸，我说没事吧？听大夫的，不是听你嘴硬。买啥？双喜压力锅有吗？没有。什么时候到？不知道。那不是双喜的盒。样品盒早卖完了。后库也没有。说没有就是没有。行，我再看看。爸，明明有货，他为什么不卖？
因为货少，想买的人多，谁有关系，谁送好处，货就给谁。那不公平。这世上很多生意一开始就不公平，但不公平不代表没办法。爸，买到嘉利波了吗？没买到。那哥哥还得等很久才能喝汤。我不急。供销社没有？有，但不卖。我去镇上供销社看了一圈，情况不太乐观。他们太坏了。如果镇上都这样，县城只会更难。所以先不急着拿货，先看需求。你想登记？对，不像吊塑那样收定钱，这次先登记真实需求，只记谁想买，为什么买，能接受什么价。爸，我能写。我能问。那就还是老规矩，账要清楚。这次只登记，不收定钱，不能让乡亲觉得咱们拿不准还先收钱。我大闺女腊月出嫁，真能买到，给我记一口。陪嫁用1口。王婶能接受什么价呀？你这小丫头问的还挺细。我儿子在矿上，上回写信还说厂里家属院都抢这个。你要真有门路，我替他问问，弄不好能要好几口。先登记需求，不收钱，等我确认货源再说。厂矿托买，数量待定。我家要1口，过年炖肉省柴，贵点也认。要票不？啥时候能到？这些都先记下来，货源确认后，我会把价格和到货时间说清楚。确定要的12户，看价格的8户，还有几户只是打听。爸，这比酵素还复杂。越复杂越有门槛，别人想跟也没那么容易。那咱家的压力锅算哪一类？算第一类。第一类是什么？家里自己用。那要写哥哥炖梨汤用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县城百货站。柜台越热闹，后门越值得看。又给熟人留的吧？柜台问就是没有，后门倒是一箱一箱往外走。这年头不送点东西，你还想买紧俏货？买啥？压力波，不是买1口，我想批量拿。你哪个单位的？乡下帮人代买，周边几个村都有需求。乡下人还批量买热力波？娶媳妇儿要陪嫁，过年要置办，厂矿家属院也缺，只要货真卖得出去。要多少？先20口。货是有，但这种紧俏货不按柜台价走。怎么走？每口加50，再先送点心意，我给你从后库小挑。票和手续呢？你问那么清楚干啥？能拿到货就行了。爸，货怎么样了？县里这条路被人卡住了，但货不是县里造的。你想绕过去？去省城找上一级百货批发渠道，或者找厂矿劳保采购退出来的计划货。省城路远，成本也高。成本高，总比被人掐着脖子强。这单生意不只是压力也过，我要的是一条不靠本地供销社货路。爸，路上吃。等爸回来，给你们带压力锅。是给哥哥炖梨汤的压力锅。对，给哥哥炖梨汤。我从省城回来这天，正赶上一场冷风，这趟省城没白跑，货源打通了，路也算真正打开了。婉婷姐，是不是爸回来啦？外头好像有车轮声，我去看看。爸，这2天有没有听话？听话。哥哥，你每天都喝梨汤，我盯着的。我又不是小孩。脸色比前些日子好多了，咳嗽也少了。路上冷吧？屋里有热汤。先喝汤，喝完说正事。爸，梨汤可甜了，是婉晴姐熬了好久。省城那边怎么样？货源打通了。真的？真的。省城百货批发站那边有一批双喜压力锅年底分货，县里拿不到，是因为本地供销社把货卡在中间，往后门分。第一批多少？50口。这么多？先拿50口，咱们村登记的才10几口，不够吃下全部，剩下的我准备供县城百货门店。那咱家的压力锅有了吗？有，第一批到，第1口就搬进咱家。哥哥，你能用压力锅喝梨汤了？我又不是非要喝。可是你喝了就不渴了。50口压力锅本钱不小，路上运输、仓放、损耗都得算进去。我算过，省城批发价比县里后门价低，哪怕加上运费，每口还有足够利润。关键是现在快年底了，市场上不是贵不贵的问题，是有没有的问题。只要货真，年底确实不愁卖。紧俏货最怕没渠道，
只要我能绕开本地供销社，后面就不是一口锅的事。压力锅有吗？什么时候到货？我上个月就登记了，咋还没有？没货，真没货！你们天天说没货，后门不是有货吗？当我第一批50口双喜压力锅运到县城时，动静比我预想的还大。陈老板，这批货真能分给我们？我要10口。10口哪够？我们门店上个月登记的就20多户。先给我这边，我这边都是老顾客，催得急。对，货有，但规矩先说清楚。第一，先传后货；第二，明码加价，不走后门；第三，损坏当场验，出门不认；第四，后续想稳定拿货，按预定数量排单。陈老板，你这价比柜台价高不少啊！柜台有货吗？双喜牌子硬，年底肯定卖得动。我先拿15口，我先拿8口，后续再排。陈老板，我这边能不能多匀2口？我有客户等着送礼。按名单分货，谁先付钱，谁先提。有人想私下压价，我一句话也不多说，直接往后排。生意一开始就要立规矩，否则后面只会越来越乱。陈老板，后续给我排10口，写清数量和替货时间，下一批按单来。这些留给村里登记的乡亲，那几口作为机动货，不再往外分。明白。货再好卖，也不能忘了最先信我的人。村里那10几户是信用的根。他哪儿来的货？听说是省城直接拉回来的。省城？他一个乡下人，能打通省城渠道？这几天门口天天有人问压力光，问不到就骂。你们不是供销社吗？咋啥都没有？后门不是有货吗？是不是又分给熟人了？人家陈阳都能弄到，你们反倒没有？都别吵，等货到了自然通知。这本是村里自用登记，这本是县城门店提货，这本是后续预定排单。县城门店8口，排下一批。这个是不是给王婶家的？对，陪嫁用，不能弄错。婉晴姐，它会不会飞起来？不会，别靠太近。好香。第一口进家门，总算没让你们等太久。陈老板在家吗？有事儿？爸，是那个不给货的人。小孩子记性还挺好。进来说吧。陈老板，之前在县城可能有点误会。误会？当时货紧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你看现在年底了，大家都缺压力锅。听说你省城那边渠道稳定，咱们是不是能合作一下？你想怎么合作？价格好商量。你之前给门店多少，我这边可以再加5块。要是货量大，加10块也不是不行。他是不是想买锅？他想赚钱。陈老板，你看孩子这话说的。你想要多少？先20头。没有。没有？现货已经排完，村里登记的、县城门店预定的，都在你前面。陈老板，我可以加价。你觉得现在是价格的问题？我做生意先讲信用，谁先登记，谁先排货。你现在来愿意加价，那也是排在后面。陈老板，供销社以后还是有渠道的，咱们没必要把关系弄僵。关系不是我弄僵的，想合作可以来，明码定价，先付定金，按排单提货，不送礼，不插队，不走后门。写清楚数量、提货日期、联系人。行，我排单。爸，你为什么不狠狠涨他的价？能赚的钱要赚，但规矩不能乱。今天因为他以前卡过我，我就故意乱涨价。明天别人也会怕我乱来。生意做大，靠的不是一口气，是信用。我记住了。爸，梨汤好了。
真甜，这是咱家的双喜压力锅炖的。我做压力锅生意赚的是年底紧俏的钱，可这一口锅搬进家门，意义又不只是赚钱，这是家里真正开始变好了的证据。第一批50口压力机，去掉运费、人情往来和预留货，净利润比燕素那一单还高。后续订单呢？县城几家百货门店都下了预定，供销社那边也老老实实排进了单子，一份做下一批货款，一份继续存进2个孩子的教育基金。这是翻修房子的，先预定砖瓦构、木料、人工、泥瓦匠还要再算，但土坯墙漏风，屋顶一下雨就渗水，不能再拖到明年。咱家要盖新房，是不是不会再漏风啦？先翻新，把漏风的墙补上，屋顶换瓦，窗户也换，等以后钱更多了再盖真正的新房。那冬天睡觉，风就不会从墙缝里钻进来了。不会了，压力锅这单做完，我先把屋子修好，让他们不再挨冻，就是我这一世最先要补上的债。年底一到，县城最缺的不是钱，是货。水泥、钢筋、铁丝、螺丝、油漆、焊片，哪一样都得等条子，哪一样都得排队。可越是缺，越说明这里有新的门。钱倒是批了，可货没有，光拿钱有啥用？年底福利也没着落，食堂加菜也没着落，直接卖货赚的是一手差价。可要是先把货送到单位，再换回更紧建材和工业辅料，那就不是赚一回，这叫易货，也是我前世最熟的一套法子。这些东西压了快1年了，单位要嫌不是票货，商店要嫌周转慢。你真想吃虾？我吃虾。你不再看看？第一批我先定下来。爸，这回又拉什么回来啦？罐头。这么多，多才好，这回不靠一箱一箱直接卖，咱们改走单位门路。你是想拿去换东西？县里百货站拿不到的，单位后勤能拿到。食堂、厂矿、施工队，哪个不缺好吃的年货？罐头正好。先换建材，砖瓦、水泥、木料、铁丝，还有修屋顶要用的油毡。再往后换工业辅料，螺丝焊挑、机油、砂轮片，什么短缺换什么。罐头还能换这些？能，别人手里是货，咱们手里也是货，只不过他们拿现金买，咱们拿罐头去换，省得一层层被人卡。爸，那罐头能吃吗？当然能吃，而且是好东西。小磊，拿本子，多多去把绳子和剪刀拿来，咱们先按箱清点。水果罐头一类，先分给单位食堂和礼品采购；午餐肉一类，优先给厂矿后勤和工会。每一批都记清楚，谁接了多少，回当什么时候给。明白，先货后换，账不能乱。这次不是街边零售，是对单位做循环，货给出去不是结束，是开始。爸，货给出去不是结束，那是啥意思？比如1箱罐头换回来2袋水泥和1捆铁丝，水泥和铁丝本身在县里更难买，咱们拿去修房子，或者再转给更急着要的人。那不就是越来越值钱？对，这就是货物循环增值。你这脑子真是转得快。你找谁？找后勤。这一车罐头，年底单位福利和食堂加菜都用得上，麻烦通报一声。你这罐头真是用来换东西的？对，你们年底要发福利，食堂也缺菜，罐头能直接进库，不用现做。你们手里要是有我需要的建材，可以拿出来换。你想换什么？水泥、红砖、木料、油铁丝。水泥和木料我这边能想办法，但得看量。第一批20箱水果罐头，10箱午餐肉。你们要是能出一批水泥和木料，我这边还能继续补。水果罐头12箱，午餐肉8箱，别混了。12箱8箱。行，这事儿能谈。事情比我想的还顺，县机修厂要罐头发年礼，拿出螺丝和刀箱；粮站想给年终加菜，愿意换铁丝、砂轮片和机油；小学后勤则拿出了几捆修教室用的木料。这下修屋顶的料差不多够了，先把漏风的地方封上，
爸，这个是不是铺屋顶的？对，下雨不漏，刮风不灌，那冬天就没那么冷了。还得再买些砖。不过这条路已经通了。你是把罐头当桥了？对，桥搭起来了，后面就能越走越顺。哟，陈老板发大财了啊！让开，我还以为拉啥值钱呢，原来是几箱罐头。这玩意儿能值几个钱？拿这个也想走村口，懂不懂规矩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过路费。陈老板这车走一趟，意思意思，给点辛苦钱。你要多少？不多，20块。你们抢钱啊！小崽子嘴还挺秃，别以为一车罐头就能吓唬人。哎呦，站稳点啊，别往人身上扑。多多，你们再动孩子一下试试。哟，还挺护崽子。想要钱，可以。先看看这车是干什么的。罐头还能有啥大不了的？这车上的罐头今天是送县建筑公司机修厂和食堂的，后面还有单子，少一箱都得补条子。你们要是硬拦，耽误的是单位采购，不是我一个人的生意。你少拿单位吓唬人。我不用吓唬，货单、介绍信、联系人我都带着。你们现在要是继续挡，我明天就去公社和派出所说清楚。八哥，要不算了。吓谁呢？你个拉罐头的，还真当自己是干部了？我不是干部，但我这车不是给你们开口子的。行，算你狠。算了算了，今天先放你过去，下次可别这么横。没有下次。婉晴姐，我刚才差点摔了。没事了，别怕。爸，我没事儿。坐好，回家。今天我退半步，这种人以后就敢来第二回。货不是钱，是门路，是订单，是这个家冬天能不能住暖的底气。来，我看看有没有磕着。我没事儿。手呢？膝盖呢？都给我看看。婉晴姐，你刚才抱我好紧。因为你是我家孩子。老吴翻新的料也终于有了着落，剩下几箱，明天还按原计划送。送，越是有人想拦，越不能断。爸，以后我也要帮你守着货。先把学明白，比硬冲更有用。爸，昨晚下雪，屋里一点都不冷，也没有滴水。我早上醒来，被子都是干的。以后都不会漏了。那咱家是不是也跟别人家一样了？不是跟别人家一样，是会比以前越来越好。别人家很普通的事儿，到了我们这里，却像盼了很久的大喜事。越来越好，就是屋子暖，饭桌上有肉，柜子里有糖吗？对，还会有更多。小磊、朵朵，别在外头站着，快进来帮忙贴窗花。来啦，我来贴大的。慢点儿，别滑。这字写的真好。就是随手写的，哪有多好？好，比买的还好。婉晴姐，这个福字贴哪里？贴门上，不过要贴正，不能歪。我看别人家都是倒着贴。倒着贴是福到了。那咱们屋里贴倒的，门上贴正的，好不好？好。爸，快来看看歪没歪？有点歪。哪边歪？哥哥左边高了，左边。这样呢？右边又歪了，哥哥笨。你来贴试试。爸，再高点儿。好，再高点儿。这样行吗？行，很正。我们家有福啦！这回没歪。小磊、朵朵，过来试试。给我的？当然给你的。这是婉晴姐缝的吗？喜欢吗？喜欢。谢谢婉晴姐，过年了就该穿新衣服。婉晴姐，你真好。这段日子
我忙着跑货、谈生意、换建材，可真正把家里一针一线撑起来的是婉晴。账本是她管，孩子是她护，屋里屋外也是她操持。爸，朵朵看见这个肯定高兴。给她拿着，别路上摔了。今天你家可热闹了，买这么多。过年了，孩子该高兴高兴。他怎么不听话呀？第一个都这样，慢慢就好了。这次我一定包好。馅儿少一点儿，边上沾点水，两边对齐，再轻轻一捏。婉晴姐，我会包啦。朵朵真能干。那等爸回来，我要给他看看。好，给他看。朵朵，看我给你买什么了？糖葫芦，我手脏了。慢点儿，先擦干净。没人跟你抢。小磊，年夜饭前放一挂，守岁的时候再放一小串。我要看。可以看，但得站远点儿。我听婉晴姐的。爸，小心点儿。知道。要响了吗？站稳，别往前跑。响啦，响啦！爸，今天好多菜，比过节还多。今天就是过节，过年。慢点喝，烫。要是以后每年都这样就好了。以后每年都会比今年更好。真的？真的，爸保证。先吃饭，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婉晴姐吃。你吃，朵朵。婉晴姐做饭辛苦，婉晴姐先吃。婉晴姐，你也吃。好，我吃。我会洗。水凉，别沾手。那我擦桌子。行，小磊擦桌，朵朵负责把糖摆好。这个我会。来，一人一个。压岁钱？对，压岁钱。爸，我能存起来吗？能，这是你的钱，你自己做主。我也存起来。不买糖了？买一点点，剩下存。小财迷。爸说了，钱要记账。那你得先学会写数。我没困。我也能守岁。困了就睡。不睡，守岁会长大。已经长大了。婉晴。这一年多亏你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不是突然，早就想说了。从你帮我整理第一批单据开始，到后来管账、清货、护着孩子，再到修屋、过年，这个家能像今天这样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我也没做什么。你做的很多，多到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一家人之间不用说谢。婉晴，我想问你一句话。你问。你愿不愿意真的成为这个家里的人？我知道我现在还算不上多有本事，家里也才刚刚好起来，可我会继续往前走，会把日子过好，会护着孩子，也会护着你。我不想只让孩子叫你婉晴姐，我想让你留下来，不是帮忙，不是可怜我们，是以后的每一天都和我们一起过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不是因为孩子喜欢我。孩子喜欢你，我更高兴，但我问的是我自己的心。那你以后可不能嫌我管账管得严。不嫌。也不能嫌我管孩子。不嫌。更不能赚了钱就乱花。你管着。
陈阳，我愿意。真的？真的。爸，咱家现在是不是有好多钱了？要看账。你哥说的对，钱进来多少，出去多少，账上清清楚楚。婉晴，我准备动一笔大钱。多大？能动的基本都要动。爸，动了以后还能买肉吗？肉照买，饭照吃。你要做什么？承包厂房。厂房是放货的吗？现在可以放货，以后会比放货更值钱。哪里的厂房？河西旧车间、老砖厂北边那几间仓库，还有运输站旁边空院。那些地方都荒了很久，墙破路远，水电也不方便。现在承包下来，短时间未必能用上。所以现在便宜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不能100%跟你解释清楚，但我敢压，城郊那片地方不会一直荒着。家用不能动，孩子读书的钱不能动，易货那条线的周转也不能断。听你的。陈阳，你真想好了，这地方租金是便宜，可也是真破，别人看一眼都摇头。你倒好，一口气要好几处。合同能正规签吗？能，地点、年限、租金、用途都写明白，村委盖章。那就签3年。签3年？你不先试1年？3年。陈阳，你赚钱赚的手热了吧？这种破地方也抢？有钱也不能这么糟蹋呀！这要是砸手里，哭都没地方哭。合同1式2份，你收好。爸，我能看吗？能，小心点儿。有红章吗？你数。1个、2个、3个，都有。河西旧车间3间3年，小砖厂北侧仓库2间3年，运输站旁空院1处3年。我记下了，手续是清楚的。以后这些合同比一车祸还重要。那我帮你们看着红章。听说陈阳把钱全砸进破厂房了，不是说那地方手续不清吗？我还听说有人举报他违规占地，真的假的？那咱以后可别跟他家走太近。这几天来家里说话的人少了。不是普通闲话。有人在后面推。怎么了？他们说爸占地，还说咱家的钱来路不正。谁说的？爸没有。还有人说跟咱家来往会被牵连。这话不是随便传出来的。陈阳现在被举报了，你们还敢收他的货？这事儿真能查下来？违规占地、私下圈厂房，哪一样是小事儿？可他之前的货没问题。以后还想不想从我这儿拿建材，你们自己掂量。陈老板，库房满了，这批先不要了。你上次明明说年后就要。计划变了。爸，他们是不是怕我们？小磊，记下来，哪一家，什么时辰，什么理由。最近风声紧，陈老板，你先缓缓吧。知道了。他们连门都不让进。他们说违规占地，我们就拿手续说话，原件不能拿出去。我把关键信息抄一份，地点、年限、租金、村委盖章都写清楚。我去跟他们说。我也去，我数过红章，真的都有。这是大人的事。他们说的是我们家。爸，我不是去吵架，我去讲清楚事实。我不骂人，我讲道理。让他们去吧。可以，但记住，不争不骂，别人不信就回来。陈阳承包城郊废弃厂房，均为村委正规合同，租金已交，红章齐全，用途为仓储和经营周转，不存在违规占地。违规占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别人造谣，说你爸偷偷占了不该占的地方。可爸是交钱签合同的。对，所以我们才要讲清楚。
婉晴啊，快进屋坐。刘叔，外头说陈阳违规占地不是真的，厂房都是正规承包的，村委盖章，租金也交了，原件在家，您要看随时能看。真有章？有，每份合同都有红章，地点和年限都写着，我数过，一个没少。哎呀，我就说陈阳不是那种人，都是外头乱传。我们不是怪谁，就是怕大家被人带弯。这事儿我帮你们说，以后谁再传，我就问他看没看过合同。婉晴姐，刘爷爷信了吗？信了。那就好。我也没说啥，就是听别人讲。王婶儿，你以前说我爸卖的尿服是真的，这次也请您看看证据，再决定信不信。还真写着村委盖章，有红章。婉晴姐说有红章才正规。你这小丫头还懂这个？懂一点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以后不跟着传。合同能说明啥？谁知道里有没有猫腻？您要是不放心，可以去村委问，我们不怕问。要不要回去歇歇？还没说完，别人说爸坏话，爸心里也会累。我多走几家，爸就少累一点。我也是。人家陈阳合同正规着呢，红章清清楚楚，谁再传就先拿证据出来。两个孩子挨家解释，小脸冻得通红。要真是心虚，敢这么干？我听说有人去村委问了，那看来是有人故意搅事儿。陈阳承包厂房手续正规，租金入账，村委盖章。谁再说违规占地就是造谣。那举报也是假的。有问题可以查，但不能张嘴就扣帽子。这下清楚了。周老板，村委都说手续正规了。哼，正规又怎样？他把钱全压进去，货卖不出去，早晚赔光。那几个商户还要继续压着，继续放话。那些破厂房半年都没人要，他还当宝。你们等着看，他这次肯定栽。爸，他为什么一直害咱们？因为他怕。他怕什么？怕以后赚不到以前那么轻松的钱。承包合同、缴费收据、村委证明都在这里，商话拒收的时间和理由，小磊也记好了。够了。你准备怎么做？他不是举报我违规占地吗？那就把事情摆到明面上。找村委？不止找村委，请支委主任再把被他威胁过的商贩叫来，合同、收据、拒收记录全都摆出来。让他说清楚谁骗人。这次你们不用冲在前面。爸，我还能帮忙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接下来是爸该做的事。那我能看着红章吗？能。红章还是你看着。我陪你。好。我今天来不是求谁替我说话，是把材料放清楚，合同、收据、村委证明，还有这几天商户拒收的记录都在这里。你怀疑有人借举报造谣威胁商户？不是怀疑，是有人已经放话了。这是被影响的几家，时间和理由都写清楚。手续没问题，租金入账，合同正规，章也是村委盖的。这事儿我们能证明，那就请几家商户过来，当面说说，到底是谁让他们不敢收我的货。只要他们说实话，我们不为难人。去通知，这个风气不能放任。爸，这次能说清楚吗？能，账清楚，合同清楚，人心也会清楚。红章我看着一个都不少。你自己占厂房占得不明不白，还不让别人举报了？你举报可以，可你一边匿名举报，一边到处说我违规占地，又串联商户拒收我的货，这就不是举报，这是恶意造谣、恶意竞争。谁造谣了？你敢说那些厂房不是你一口气包下来的？是我包下来的。河西旧车间3间，承包3年，租金已交，村委盖章。老砖厂北侧仓库2间，承包3年，租金已交，村委盖章。运输站旁空院1处，承包3年，租金已交，村委盖章。这些合同都是村委经手，手续正规，租金入账，不存在违规占地。还真有章啊！我就说陈阳不像乱来的人。那前几天谁传的那么邪乎？有合同又怎样？谁知道你是不是背后使了什么手段？周老板，你说这话也要讲证据。陈阳签合同，有村委在场，租金一分不少。
你说他使手段，证据在哪儿？就是他一直说爸坏话。别吵，听大人说。行了，今天不是来吵架的。你说陈阳违规占地，现在合同和证明都在这儿，说明他手续没问题。接下来商户说说，到底有没有人私下打招呼，不让你们收陈阳的货？你们可想好了再说。周德发，你这是当着我的面威胁人。是周老板找过我，他说陈阳被举报了，让我别收他的货，还说我要是继续跟陈阳合作，以后建材就别想从他那儿拿。他也找过我，我那天不敢让陈老板进门，就是怕得罪他。你们胡说，我什么时候？够了，这么多人都说同一件事，你还想赖？这是他作坊的供货单和几个客户退货记录，我查过，他卖出去的一批水泥砖规格不够，票据也不齐。陈阳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你按规矩做生意，我不管你。你坏我的名声，断我的路，还往我家孩子面前泼脏水，那就按规矩查。他喜欢举报，就让规矩也照到他自己身上。产品规格被退货不是一次两次，你作坊的完整账和进料凭证呢？我回去找，肯定能找着。票据不全，产品规格涉嫌不合格，还存在恶意干扰市场经营的情况，作坊先停业整顿，后续接受检查。停业整顿！这下真栽了。陈阳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我不该造谣你违规占地，也不该让商户不收你的货。他是在道歉吗？这事儿是我错了。是。以后别再拿别人一家人的清白做生意。我早说陈阳手续正规，人家做事比谁都稳。是我们听风就是雨了。这回真该长记性。婉晴啊，前几天婶子糊涂，听了外头闲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事情说清楚就好，以后听话要看证据。对，看证据。今天把总账算清楚，我记。我看钱。好，各管一当。刚才单据漏例，扣掉路费、人情往来和周转成本，净赚1500多。好多。进口尿素那一单，农户提前预定，货款回得快，净赚2000出头。这笔回款最稳，也最扬口碑。年底断货，县城门店加价拿货，几批下来，扣完全部成本，还有3000多，比刚才还多。外贸罐头一货，不直接换现金，但换回了建材、工业辅料，还有一批紧缺配件。按现在市价折算，已经增值不少。这个算多少钱？账面不能乱写，就按能立刻出手的价格算。保守算，净增值2000左右。厂房租金已经付出去，现在账上还不能算盈利。明天就能算了。这是上面有章，又是红章。县里扩建工业区，城郊河西片区纳入征地范围，涉及厂房、仓库、院落，按现有承包和使用情况核定补偿。真的来了。来了。爸，那咱们那些厂房补偿会比当初的承包租金高很多。能买肉吗？能买很多很多肉。
城郊河西旧车间、老砖厂仓库、运输站空园儿，这不都是陈阳承包的地方吗？他当初花钱包那些破厂房，原来等的是这个。陈阳啊，你这眼光比我们这些天天跑文件的人还准。哼，跟着发财，人家被造谣的时候，你们躲得比谁都快。当时我要是跟着包一件就好了，谁能想到破厂房还能变钱？加上前面几门生意的利润，手里稳稳过万了。万元户，这个数在村里太扎眼。所以第一件事不是继续扩生意，那做什么？修房，给孩子一个真正宽敞明亮的家。爸，这些都是咱家的吗？是，都用来盖房子。都用来盖房子。爸，图纸怎么画？这边是正屋，冬天盘大炕；那边是厨房，不用再漏烟。东边留仓房放货，西边留个小院。小院干什么？给你和朵朵玩。单独给我们？以后你可以在院里看书，朵朵可以跳皮筋，也可以种花。我要种花，还要养小鸡。行，都给你留地方。以后妹妹再也不用怕屋顶漏雨，你也不用半夜起来拿盆接水。爸，咱们真的有新家了。是，真的有了。我会帮着钉砖树。那这事儿再交给你。今天的砖树和瓦树到队上，别记混。我这边记着，1片、2片、3片。哎呀，乱了，我重新数。小丫头比大人还认真。慢慢数，不急。陈阳，这房子盖起来，咱村儿可数得上头一份。结实就行。你和婉晴这事儿也该定了吧？这话问的实在。婉晴姐，你以后也住我们家，对不对？你这小丫头，什么都问。我想你住，你住了，咱们才是一家4口。我也想。婉晴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婉晴，前面这些日子，要是没有你，这个家撑不到今天。我也没做什么。账是你管的，孩子是你带着教的，家里每一步都少不了你。以前我说想和你好好过日子，那时候房子还破，钱也不多。现在我还是这句话，只是比那时候更确定。陈阳，新房有你一份，这个家也有你一半。婉晴姐答应，快答应！我答应。这不是上一世我失去后才懂得珍惜的梦，这是这一世我亲手一点点守回来的家。新房盖好那天，正赶上春风起来，正屋宽敞，厨房干净，仓房结实，孩子的小院也留好了。哥，这里以后是我们的，别跑太快，小心摔。我要在这里种花。那我给你围个小栏，还要养小鸡，鸡会啄花，那就分开养。喜欢吗？喜欢。还差一样东西。还差什么？跟我来。你又瞒着我安排了什么？不是瞒，是想等收拾好了再给你看。你要开商贸站？以前咱们做生意都是东一趟西一趟，现在该正规起来了。以后这里就叫陈林商贸站，做农资、日用品、建材置换和渠道供货。陈林商贸站。负责人我填了我，合伙人这栏留给你。我？对，这个家你一半，这门生意也有你一半。以后我出去对接渠道、跑货源，你在家带着小磊和朵朵分拣、清点、看管货物，大事一起商量，账目一起过。以后林老板多指教。那陈老板也要勤快些，不然我可不轻饶。听你的。哥，明天我们就种花，先把土翻一遍，再围栏。他们是真的高兴。以后还会更好。这一世，我终于没有再弄丢自己的家，也终于
亲手把日子过成了圆满。爸，以后这里就是咱家的店吗？是，我会帮婉晴姐看账，以后叫婉晴姨也行。我想叫娘可以吗？可以。